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家的小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小小探险家背包熊熊款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“趣之社”进入查看。这款包包分为主体、配件和装饰这几个部分。首先学习主体的钩织，分为包底、包身和包盖。先钩织包底，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、逆时针绕圈钩织。钩织过程中需要换色，并安装网格板。钩织前来认识一下表格，表格中用 R 加数字表示圈数， H 加数字表示行数。加减针情况说明这一列表示钩织当前这一圈时需要用到的针法，以及加减针的情况。总针数这一列表示当前这一圈所有针法全部钩织完成后的总针数。这款包包都是用十字短针钩织，后面钩织时统称为短针。表格中用到的针法比较多，图纸都进行了标注，我就不一一举例说明了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先起针，取出对应线材，为了方便观看，小样颜色随机，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，请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首先，锁针起完需要的针数，具体针数请参考图纸。起针完成后，开始钩第一圈。倒2表示从倒数第2个锁针开始钩织，位表示短针加针。钩针穿入倒数第2个锁针上方的半针，钩一个短针加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个位置钩2个短针，注意是钩十字短针。把钩针放在线的上方，将线钩出，绕线依次穿过钩针上的2个线圈，1、2，短针加针完成。接着调左侧锁针上方的半针，钩一个短针，往下依次调左侧锁针的上半针，钩短针，一直钩到还剩1个锁针位置。到达相用位置，现在还剩最后1个锁针，在这里钩一个短针1针放3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3个短针，1、2、3，短针1针放3针完成，然后旋转织片。可以看到这一侧锁针位置还剩这样的2根线，往下挑这样的2根线钩织，也就是这一侧针法的同一入针位置。
注意不要穿到这里3个短针的统一入针位置。钩这一侧时，起针的线头放在钩针的上方，边钩边收进去。大家将剩余针数钩完。最后一针钩在开始位置，短针加针的位置。完成后，核对一下针数。接着穿入第一针针目，钩织一针引拔针。引拔针完成，连接的引拔针不算一针，因此在表格中没有标明。实际在绕圈钩织时，没有特殊说明的情况下，每一圈的结尾都要钩引拔针连接并拉紧，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。接下来钩第二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。同样，短针的起立针不算一针，在表格中没有标明。实际在绕圈钩织时，没有特殊说明的情况下，每一圈的开始都需要钩起立针，并且短针的起立针不算一针，后面就不重复说明了。接着钩2个短针加针。完成后钩对应数量的短针，也就是钩到上一圈短针一针放3针的右侧位置。到达相应位置，接着钩3个短针加针。继续钩织对应数量的短针。完成后钩织一针短针加针。然后与第一针针目引拔连接，拉紧，这样第2圈就完成了。下面钩第3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。表格中接下来是括号 x v 括号乘以2，这里的小括号表示为一组，乘几表示重复钩织几次，这里表示括号里的针法重复钩织2次。先钩一个短针，然后在左侧针目钩一个短针加针，
这样就完成了一次括号里的针法。我再演示一次，先钩一个短针，再钩一个短针加针，这是第2次。大家继续将这一圈钩完。完成后，与第1针针目引拔连接，拉紧，这样第3圈就完成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纹理清晰的一面为正面，纹理模糊的一面为反面。钩织时正面均朝向自己。大家数圈数时，可以数这样一圈一圈凸起的纹理。继续参考图纸，钩完第4圈到第7圈，第8圈不加不减，表示挑上一圈的针目，一针对应一针钩短针。注意，每圈起始位置都要钩织锁针起立，结尾钩织引拔针连接。第8圈钩织完成后，需要沿着织片的外圈裁剪一块网格板备用。下面请看网格板的裁剪方法。完成后，裁剪网格板，将织物放在网格板上，边缘对齐，剪一段废线穿入缝针，将织物大致固定一下。固定时注意织物要按压平整，然后沿着织物边缘裁剪网格板。注意不要剪到线。圆弧位置稍微超出织片一点。边缘尽量修剪圆滑，然后取下固定线。这样网格板就裁剪好了，放在一边备用。网格板裁剪好后，继续参考表格钩完第9到14圈，第14圈完成后，在第1个短针上引拔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。由于下一圈需要换色，这里处理一下线头，拉大线圈，将线团或织物从线圈中穿过，拉紧，不用断线，线头处理完成。继续钩第15圈，取出对应的线材，将线头打一个活结，
左手挂线，在上一圈的第一针针目穿入钩针，将线圈勾出，换线完成。接着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然后在同一位置钩一个短针。钩织时，将起针的线头一起包裹进去。一针锁针，空一针，2针短针。这样就完成了一组。我再演示一组：一针短针，一针锁针，空一针，2针短针。大家按照这样的规律，对照图纸钩完这一圈。完成后，在第一个短针上引麻，不用断线，处理一下线头。这样第15圈就完成了。接下来钩织第16圈，拿起第14圈的线头，左手挂线，在第15圈第一针针目穿入钩针，将线圈勾出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同一个位置钩一针短针，接着再钩织一针短针。表格中红色 X 表示这针短针钩在第14圈空余的一个短针针目上，钩织时将第15圈的锁针一起包裹进去，然后2针短针。我再钩织一组，一针短针，红色 X 钩在第14圈剩余的一个短针针目上，钩织时将第15圈的锁针一起包裹进去，接着2针短针，大家继续钩完这一圈。钩织完成后，在第一个短针上引拔。
断线。第16圈就完成了，同时包底也钩织完成。包底钩织完成后，需要将裁剪好的网格板缝在织物里面。下面请看网格板的缝合方法。我用小样演示一下网格板的缝合。剪一段钩织主体的线，大约50厘米，穿入缝针，将网格板纹理凸起的正面朝上，放入主体里面，与前6圈对齐贴合。先将网格板中间与起针位置固定起来，在网格板一端打结，然后缝合。注意随时调整位置。织片上线段尽量短一些。拉紧，表面尽量看不出缝合痕迹。中间部分缝完后，沿着网格板边缘与第6圈的针目位置缝合起来。从小横线下方出针。网格板上尽量从完整的格子中穿过。一圈缝完后，如果觉得哪里有不服帖的位置，可以再固定一下。
完成后打结。线头顺着织物纹理收一下。大家可以多收几针，剪断多余线头。开始的线头同样收好，大家将其完成。这样网格板就缝合好了。下面开始钩织包身第一圈，拿起包底第15圈的线头，左手挂线，在上一圈的第一针针目穿入钩针，将线圈勾出，先立一个锁针起立。先来看一下，这里针目有2根线，靠近自己的一根是前半针，另一根是后半针。这一圈全部挑针目的后半针，钩织短针。完成后，与第一针针目引拔连接，拉紧，不用断线。下面钩织第2到26圈，不加不减，正常挑针目钩织，大家自行钩织完成即可。第26圈钩织完成后，开始钩织第27圈，第一针锁针起立，2针短针。2针锁针，空2针不钩，6针短针，这里2针锁针位置为出绳动眼，大家对照图纸继续将这一圈钩完。完成后，与第一针针目引拔连接，接着立一针锁针起立，开始钩织第28圈，在短针位置对应钩织短针。锁针位置钩织2针短针，大家继续将这一圈钩完。完成后，与第一针针目引拔连接，引拔针不拉紧，拉大线圈，
预留5厘米左右线头，断线，然后进行收针。从左侧第2个针目下方穿过，再穿回线头所在的辫子，调整一下，这样收针，表面看不出引拔痕迹。起针的线头在反面收好即可。这样包身就钩织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包盖，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来回往返钩织。钩织完对应的行数后，再沿着完成后的织片绕圈钩织。钩织过程中需要换线，请看演示。首先，锁针起完需要的针数，具体针数请参考图纸。起针完成后，开始钩织第1行，倒数第2针开始，钩织短针，钩完这一行。钩织完成后，在这一行扣上记号扣。没有记号扣的时候，可以用家里的回形针或别针代替，也可以用线标记。有记号扣的一面作为包盖的正面，这样第1行就钩织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第2行，立针锁针起立，接着翻转织片，钩织短针，这样第2行就钩织完成了。第3到16行与第2行钩织方法相同。第17到26行部分行数钩织时需要加针。第27行还用到了短针减针，大家可以先学习短针减针的钩织方法，再钩第27行。10字短针减针，钩针穿入左侧针目，钩针放在线的上方，将线钩出。这是一个10字短针的未完成针。接着穿入相邻针目，钩针放在线的上方，将线钩出，完成2针10字短针的未完成针。这时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钩针绕线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3个线圈，一个10字短针减针完成。
这就是十字短针减针的钩织方法。第27行钩织完成后，开始绕圈钩织第一圈，立针锁针起立，接着挑侧边的2根线，钩一针短针加针，挑侧边的洞眼，依次钩短针，一直钩完这一侧。这一侧钩织完成后，到了起针开始的位置，挑起针行的第一针，剩余的2根线，钩一针短针加针，后面对应钩织一针短针。钩织时，将起针的线头一起包裹进去。一直钩完起针行，还剩余最后一针的位置。钩织完成后，还剩余最后一针时，在最后一针上钩一个短针加针，接着继续在侧边的洞眼钩织短针，一直钩完这一侧。这一侧钩织完成后，在第27行第一针上钩一针短针加针，接着一针对应一针，钩织短针，钩完这一行。完成后，与第一针针目引拔连接。下一圈需要换色，这里预留5厘米左右线头断线。收好线头，完成第一圈，接着钩织第2圈，取出对应的线材，将线头打一个活结，左手挂线，挑上一圈的第一针后半针，将线圈勾出，另一个锁针起立，钩织短针，接着继续挑后半针，一一对应钩织短针，钩完这一圈。
钩织完成后，与第一针针目引拔连接。处理一下线头。第二圈完成，最后来钩织第3圈，在上一圈的第一针入针位置，将线钩出，接着穿入第二针入针位置，钩织引拔针。穿入第3针入针位置，钩织引拔针。一直钩完这一圈。钩织完成后，预留5厘米左右线头断线。进行收针。将线头在背面收好，这样包盖就钩织完成了。接着缝合包盖，先来确定一下缝合位置，沿着包底起针位置，将包身捏扁，将包身有引拔痕迹的一面为背面对着自己，将包盖起针行在下，正面朝上，放在包身背面，将包盖第一行与包身倒数第5行齐平，放在包身中间位置，在包盖与包身重合的两边扣上记号扣，固定一下位置。这一侧作为包包的背面，另一侧为包包的前面。将包包正面对着自己，看看包盖位置是否合适，不合适的话及时做出调整。接下来开始缝合，取出对应线材，剪一段约1米线头，拆出2股，穿上缝针，将线的两端一起打结。贴着包盖，最后一圈内侧，
开始缝合。缝合时注意不要缝到抽绳的洞眼。完成后，在背面将线头打结藏好。线头多藏几针，这样包盖就完成了。同时，主体的钩织也讲解完了。接下来，钩织并缝合配件，包含抽绳口、抽绳、手提袋、包带和扣子。先钩织，再进行安装。其中，包带和扣子为成品，不需要钩织。下面来钩织手提袋，先钩织，再安装到包包后方的包盖上。具体线材、配色及钩织长度，图纸上都有标注。钩织完成后进行缝合，请看演示。下面演示下边的钩织方法。锁针起针，钩2针锁针，然后钩针穿入第1针锁针的上方半针，绕线，将线钩出，再绕线，从2个线圈中钩出，钩针保持不动，顺时针转动下方的织片，然后钩针挑起这样的2根线，绕线，钩出，再绕线，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继续顺时针转动织片，钩针挑起这样的2根线，绕线，钩短针，继续往下，顺时针转动织片，挑刚才相同的2根线钩短针，后面一直重复这样的方法，顺时针转动织片，然后挑左上方竖着的2根线钩短针，
钩织到需要的长度后，钩一针锁针固定，留线断线。如果需要缝合，则留长线头。这就是下边的钩织方法。钩织完成后，收好两端的线头，取出对应线材，拆出两股，穿上缝针。这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将手提袋对折，在包包背面、包盖底部、大致中间位置，将手提袋首尾两端对齐，开始缝合。缝合完成后，沿着缝合好的一端往上，约4厘米的位置，与包盖第7到8行之间，再缝几针固定。完成后，剪掉多余的线头。这样手提袋就制作完成了。接着制作抽绳口，采用锁针环形起针的方法，逆时针绕圈钩织。请看演示。首先，锁针起完需要的针数，具体针数请参考图纸。起完最后一个锁针后，在第一个锁针上引拔，这就是起针完成后的效果。接着钩织第一圈，一针锁针起立，然后钩织对应数量的短针。钩织时，将起针的锁针及线头一起包裹进去。继续钩完这一圈。
完成后，在第一个短针上引拔。第一圈完成，接着钩织第二圈，一针锁针起立，挑上一圈的针目，一一对应钩织短针。完成后，在第一个短针上引拔。第二圈完成。第3到4圈的钩织方法与第2圈相同，大家自行钩织即可。钩织完成后，引拔，不用拉紧，开始收针。预留15厘米左右线头断线。方法与包身最后收针方法相同。这样抽绳口就钩织完成了。下面来制作抽绳，采用挂线钩织锁针的方法进行钩织，具体配色及钩织长度图纸上都有标注，大家对照图纸及视频演示进行钩织，请看演示。下面演示挂线钩织锁针的方法。前方留出所需细绳长度3倍左右的线头，左手挂线，留出的线头在下方，先打一个结，然后将流线从前往后挂在钩针上，钩针绕线，将线从挂的线和线圈中勾出。第一针完成，将下方线头从前往后挂在钩针上，继续钩织，钩针绕线，将线勾出，重复挂线钩织。到达需要的长度后，留线断线。如果需要缝合，线头留长一点。钩织完成后，将有线头的一端穿上缝针，另一端打结。先穿入一颗木珠，接着从包包前面包身预留的锁针洞眼，左边的一个洞眼穿入，下一个洞眼穿出，交替穿过所有的洞眼。最后从包包前面右边的一个洞眼穿出，接着再穿入一颗木珠。
收好线头，完成后，将抽绳的这端打结，拿起抽绳口织片，将起针的一侧朝上，将抽绳的两端连带木珠一起从抽绳口穿过，最后使用抽绳口预留的线头，将抽绳分开在两侧，沿着中间缝几针。缝合时注意不要缝到抽绳。缝合完成后，收好线头即可。到这里，抽绳就讲解完成了。下面缝合包带，缝之前先来看一下缝合位置。在包包的背面缝合，找到包底最后一圈，中间的一针长短针上做上标记。往两边分别数3针长短针，做上标记。两边就是包带的缝合位置。取出包带，两端是这样的 D 字扣，缝合时可以将 D 字扣取下，方便缝合。用与包底最后一圈同色线进行缝合。先来缝合这个，缝合方法没有要求，牢固即可。缝合牢固后，将线头穿到包里面，在里面多穿几次，藏好。
这样包带的一端就缝好了。用同样的方法缝合另一个。缝合完成后，将包带从手提袋中穿过，将两端扣在 D 字扣上，这样包带就缝合完成了。下面来缝合扣子，包含2个蘑菇扣和2个磁吸扣。蘑菇扣缝在包盖上方，最后2行之间两边对称缝合。磁吸扣分为子扣和母扣，子扣缝在蘑菇扣下方，包盖反面位置；母扣缝在包身倒数第2圈，包绳和扣眼下方位置，与子扣相对应。首先来缝合蘑菇扣，取出对应配色的线，拆2股缝合，这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取出蘑菇扣，将扣子放在织片上方，找到缝合位置织片的缝隙，用力按压，穿过织片，像这样在反面缝合。这样一侧的蘑菇扣就缝合好了，另一侧用同样的方法缝合。接下来缝合子扣，缝在蘑菇扣下方中间位置。这一侧的子扣就缝合好了，另一侧用同样的方法缝合。最后缝合母扣，可以将包盖盖起来，看看位置是否合适。确定好位置后再进行缝合。
另一侧用同样的方法缝合，这样扣子就缝合完成了。